什么电影主办方与影迷评价这么高？答案是由朴赞郁执导，汤唯主演悬疑爱情片《分手的决心》，前者是韩国顶级导演，作品《小姐老男孩》亲切的金子均得到业内超高评价，镜头语言十分惊艳老道，自成一派暴力美学拍摄手法。后者为国内知名演员，色戒一举成名，让观众看见东方女性独特的美。后续更是主演《北京遇上西雅图晚秋》等高口碑作品，两人合作强强联手，为观众带来极为震撼的视听体验。故事开篇即高能，未成年男性高峰坠落死亡案，嫌疑人为妻子瑞来，一位偷渡前往韩国的中国女子。负责查案的是刑警张海俊，警厅内最擅长查案警察之一。因为死者生前人际交往关系、现场种种证据以及瑞来的完美不在场证明，这起案件被判定为自杀。与此同时，张海俊在查案过程中深深被充满破碎感与神秘感的瑞来吸引，所以即使最后知晓是瑞来杀害丈夫的事实，也仍旧违背职业道德选择隐瞒，甚至是告知瑞来毁灭证据的办法，把含有杀人证据的手机丢到海里去。因为杀人案真相的显露，两人刚燃起的爱情火苗熄灭，张海俊选择离开，前往另一个有海的地方生活。就这样，时间过去400多天，某一个寻常的日子，瑞来和张海俊再次相遇，过往重演。再次相遇第二天，瑞来的老公再次被发现死亡。这一次，张海俊无法再选择掩埋瑞来杀人的事实，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心悦彼此情感设定下，故事的悲剧感也愈发显得浓厚起来。分手的决心故事定位是悬疑爱情片，但诚实来说，悬疑叙事线的铺排很弱。从瑞来老公死亡的那一瞬间开始，观众便猜到瑞来是凶手。张海俊看向瑞来的眼神中显露出爱意，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人物设定更是暗示着影片最后悲剧性的结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不少观众觉得影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，因此发出是否吹捧太过的质疑。但如果换一个关注点，将重点放在爱情叙事线与极致的视听语言，深入去感受，会获得截然不同的体验。首先是爱情叙事线这一块，朴赞郁用大量欲语还说的镜头和台词，向观众呈现瑞来与张海俊之间飞蛾扑火般的毁灭式爱情。瑞来是偷渡前往韩国，最初时的处境十分不堪，虽说第一任丈夫年纪偏大，但丝毫不在意瑞来的狼狈，所以瑞来才会与之成婚。只是没想到丈夫有家暴倾向，迫不得已才选择手刃杀害。张海俊名义有一个体贴的妻子，但实际上两人从工作到生活全然不合，虽说还在一起，但早已没了爱意。从见到瑞来的第一刻起，张海俊就知道瑞来是能够拯救自己的人，无法隐藏炽热爱意之下，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变成对喜欢人私密生活的窥探，审讯时备受煎熬的询问变成请瑞来吃高级寿司的隐蔽约会。瑞来知晓张海俊是来监视自己的，但身在异乡的孤独让其变得病态，明知是监视也沉溺于这样被关注的感觉。但因为两人身份对立，所以爱无法被承认，所以即使张海俊治愈了瑞来的孤独，瑞来触碰到张海俊的灵魂，知晓他喜欢什么想要什么，两人也无法在一起。很遗憾，但是意料之中的结局。对于两人之间的悲剧性爱情，朴赞郁用了诸多对比与隐喻，如瑞来说自己最喜欢的是海，但两人无法变成自由的海浪寻求想要的爱情，又如张海俊拒绝承认自己喜欢瑞来的钻心，是因为警察身份无法违背道德枷锁与正义感。因为语言的不同，所以大部分时间瑞来和张海俊对话都需要使用翻译器，将中文翻译成韩语。但影片最后，瑞来说了唯一一句被翻译成韩文给海俊听的台词：你说爱我的瞬间，你的爱就结束了，你的爱结束的瞬间，我的爱就开始了。你说爱我的瞬间，你的爱就结束了，你的爱结束的瞬间，我的爱就开始了。极致浪漫，极致破碎，那一瞬间的震撼感无法描述，后劲十足。对于视听语言的描绘就更不用说了，如最初时张海俊对瑞来的监视，上一秒是坐在警车中拿着望远镜偷窥，下一秒便出现在瑞来所生活的空间里，为瑞来端着烟灰缸接住从香烟末尾抖落下来的烟灰，以充满审视感男性视角呈现出张海俊希望和瑞来在一起的想象世界，艺术十足，镜头画面雄，爱意喷薄而出。从色戒开始，汤唯便呈现出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、极为韵味的东方古典美。本次分手的决心中，朴赞郁对汤唯美丽的抓取更绝，除却古典感之外，还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破碎感与毁灭感。知晓张海俊逃离自己的理由，所以以同样案件回到他的身边，再次杀害丈夫，给张海俊抓捕自己的机会。深知两人身份的对立无法拥有圆满结局，
但又舍不得让张海军忘记自己，所以在再一次犯罪后将自己埋藏在最爱的海边，成为张海军的慰藉案件，让张海军不得不在墙壁上贴满他的照片，整夜无法入眠，只想着他。故事凄美，韵味十足，镜头语言充满艺术感。故事后劲强到即使是观影结束好几个小时，也仍旧沉浸在悲剧的结局中无法自拔。这样令人惊艳分手的决心，无疑是不容错过的。